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那件事发生后，我再也没有办法用平常心进入任何办公室的厕所。或许你会笑我胆小，但如果你亲眼目睹过那一天发生的事，恐怕也没有人能坦然无惧地踏进那种阴暗的空间。事情的开始发生在3个月前，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城市金融区一栋30层的商业大楼，结构现代而冰冷。我们这层楼的女厕有5间厕格，但我早就听说过，最后那一间，也就是第5间，是个禁忌。老员工们经常以轻描淡写的口吻提起，说它不干净，有人进去过后精神出了问题，也有人说里面发生过什么无法解释的事情，但具体是什么，却总是没有人肯说清楚。第5间厕格你可千万别进，这句话几乎成了所有新来的员工必听的忠告之一。起初我并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，毕竟这些都市怪谈的故事哪个办公室没有呢？那些老员工或许只是想给枯燥的工作生活添点调味剂罢了。然而一切在那个新来的实习生安杰到来后变得不一样了。安杰是一个有些倔强的女孩，长相甜美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但却流露出一种不服输的气场。她刚入职不久，我们一起负责行政工作，经常加班到很晚。她对那些所谓的禁忌嗤之以鼻，说什么一个厕所而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她是最后留下来加班的。时针指向晚上8点，整层楼都变得静悄悄的，只有我们俩还在埋头整理文件。突然，安杰站起来，匆匆说了一句：“我先去一下厕所，等会儿一起走。”我朝他点了点头，目送他进了厕所，却不曾想到，这一别竟成了永别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5分钟、10分钟，直到快20分钟过去了，我抬起头，疑惑地看向厕所的方向。以往安杰动作一向很快，怎么这次去了那么久？我走到厕所门口，推开门往里面探头：“安杰，你还好吗？”里面寂静无声，只有水龙头的滴水声在空旷的厕所里回荡着，滴答滴答，每一声都清晰得让人不舒服。我又喊了一声：“安杰”，依然没有回应。我开始觉得不对劲，推门走了进去。洗手台和镜子下没有一个人影，我挨个探头往每间厕格看去。第1间门敞开着，里面空无一人。第2间也是如此。直到我走到第5间的时候，心里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一下。第5间的门是半掩的，仿佛有人刚刚推开又忘了关紧。我弯下腰，透过门下的缝隙看去，果然有一双脚，那是安杰的鞋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刚刚的紧张有些可笑。“安杰，你在里面吗？你怎么了？”我一边说，一边轻轻敲了敲门，但他依然没有回应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推开门看看。门被推开的瞬间，我的笑容僵在脸上。里面空无一人，只有马桶的水声在缓缓流动，像是刚刚有人按下了冲水键。怎么回事？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但刚跨出一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那是门砰然关上的声音。我吓得猛地回头，却发现那第5间的门已经紧紧关上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拉了回去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快步跑到洗手台，双手撑着台面，低下头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然而，就在我抬起头的那一瞬间，镜子里的画面让我的理智瞬间崩溃。我清楚地看见，镜子里第5间的门下，缓缓伸出一双苍白的不像人类的手。那双手极瘦，皮肤泛着病态的青白色，仿佛从腐烂的尸体上剥下来的皮肤一样。它们一点点地抓住了门下的缝隙，慢慢的要将整个身体从里面爬出来。不可能！我跌坐在地上，拼命往后退，
却听见厕所里响起了一阵极轻的笑声，那笑声细如蚊鸣，却带着诡异的尖锐感，直刺我的耳膜。就在这时，厕所的灯忽然闪了2下，然后彻底熄灭了。黑暗中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在加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鼓起勇气掏出手机，打开了手电筒。然而手机的光芒刚刚亮起，我却差点吓得把手机扔出去。第5间的门不知何时已经完全敞开，门内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，仿佛通向另一个世界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在我的手电筒光束触及到的地方，我看到地板上有一道湿漉漉的痕迹，像是有人用湿脚踩过，向着厕所出口的方向延伸而去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慌乱中爬起来，一口气跑出了厕所。回到办公室，我发现自己的手脚都在颤抖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安杰的失踪在公司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，警察来来去去查了整整2个星期，但根本没有找到他的下落。监控显示，安杰最后一次出现在厕所附近，之后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彻底没有了踪影。而唯一找到的线索是他的工卡。那张工卡是几天后清洁工在第5间厕格里捡到的，卡片湿漉漉的，上面布满了水渍和一种黏腻的黑色污迹，好像被浸泡在什么地方很久才浮了上来。从那以后，公司终于彻底封死了第5间厕格，用厚厚的木板钉了起来。然而，厕所里偶尔还是会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有时是水声，有时是轻微的敲门声，甚至有人说，洗手台的镜子里偶尔会映出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女孩的影子，她站在第5间的门前，低着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安杰是不是还在那里，或者他早就成了那里的一部分。再也没有人敢提起那间厕所，而我每次经过它时，都会感到一股冰冷的视线从那封死的门板后无声无息地追随着我，直逼我的背后。在公司的所有加班夜里，那一天的经历始终烙印在我脑海深处，无法忘却。每当我看到一面镜子，总忍不住心跳加速，因为我永远没有办法确定自己看到的是自己的倒影，还是另一个东西。我是一名行政助理，工作内容琐碎而无聊，常常需要加班整理文件，处理会议纪要，尤其在月底前，报表的压力更是让人喘不过气。公司里的同事们都有家室，从来没有人愿意陪我留下来加班，所以每到夜晚，这片办公空间就成了我的领地，空旷、寂静，仿佛整个大楼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其实我并不害怕加班夜，反而很享受这种安静的氛围。可那一天之后，我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留在办公室，即便是白天，路过那间厕所时，我的心还是会不可抑制地加速，手心冒汗。那天是月底最后一天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，手指敲击着键盘，眼睛盯着屏幕，耳边唯一的声音是空调机的嗡嗡运转。我随手端起咖啡杯，却发现里面早已空空如也。疲惫的身体告诉我，我需要站起来动一动。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，整层楼的灯光只剩下几盏应急灯在运行，光线昏暗而不均匀，四周一片安静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拿起手机朝厕所走去。公司的女厕在走廊尽头，那段走廊灯光比办公区域更暗，脚步声回荡在长长的空间里，就像是另一个人影跟随在我身后。我有些不舒服，但也没有多想，毕竟我习惯了这种环境。推开厕所的门，里面的感应灯随着我的步伐亮了起来，但却忽闪忽灭，光线昏黄不定。我走到洗手台前，对着镜子发了一会儿呆。加班的疲惫让我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，眼底是明显的黑眼圈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心里想着结束后要好好补觉。就在我低头打开水龙头的一瞬间，一个模糊的影子从镜子里闪了过去。我抬起头，
看向镜子，但什么都没有。我甩了甩头，觉得或许是自己累过头了，看花了眼。可当我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余光再次瞥见了一抹晃动的黑影。这一次，那影子明明白白地停留在镜子的某一角。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，心底不由得泛起一阵寒意。那是一个人影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一个轮廓。他的脸被一层仿佛水雾般的东西覆盖住，看不清五官，但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我的身后，和我只有几步的距离。我的大脑像是瞬间短路了一样，连回头的勇气都没有。我不敢确认那到底是什么，也不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镜子里。我只是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机，屏住呼吸，脚步一点点地往外挪。可就在我准备逃离厕所的时候，那影子突然动了。他缓缓抬起了一只手，指向了我的左侧。我的身体僵硬的像是一块石头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我缓缓地转过头，看向左侧的第一间侧格。那扇门下有一滩湿漉漉的液体正在慢慢地往外渗，滴答滴答，液体沿着地面滑过，发出诡异的声音。我几乎要被那声音逼疯了。就在这时，感应灯闪烁了2下，突然熄灭，整间厕所瞬间陷入了黑暗。黑暗中的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无数倍，我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咚咚咚地敲击着胸膛。我抓着手机的手都在颤抖，好不容易打开了手电筒，但刚刚亮起的光芒让我的恐惧瞬间达到了顶点。镜子里，那影子已经完全靠近了我，它几乎贴在我的肩膀上。更让我感到崩溃的是，那张被雾气覆盖的脸上竟渐渐浮现出了五官。那是一张陌生而扭曲的脸，皮肤苍白如死人，眼睛是深深的黑洞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种诡异的笑容。他盯着我，嘴唇仿佛在轻轻开合。我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厕所，手电筒的光在我的奔跑中晃动不定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身后追逐着我。我冲回办公区域，气喘吁吁地摔坐在地上，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快飞出来了。之后的事情几乎是混乱的。厕所里发生的事，我一个字都不敢对别人说。但从那晚开始，我开始出现奇怪的症状。只要我看见镜子，就会感到强烈的不适，甚至有时会在自己的倒影中看见一张诡异的脸，那张脸就是当晚在厕所镜子里看到的。我开始失眠，开始做噩梦。在梦里，我总是回到那间厕所，那个影子从镜子里走出来，一步步逼近我，他的眼睛里是无尽的黑暗，仿佛要将我吞噬。更可怕的是，我发现自己的左侧肩膀上时不时会出现莫名的淤青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用力抓过一样。医生检查过，说找不出任何原因，只当作是我撞到的结果，但我知道那绝不是撞伤。最终，我还是辞掉了那份工作。我受不了每天经过那间厕所时心底泛起的寒意，更受不了镜子里那种被监视的感觉。可即使离开了那家公司，噩梦仍然没有停止过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我面对镜子时，总会控制不住地低下头，避免与里面的自己对视。或者说，我害怕我看到的自己其实早已不是我了。我们公司的那间厕所对我来说就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。它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地方，老旧的设计，斑驳的墙面，还有总是渗水的天花板，这一切让它在白天看起来就阴沉的可怕。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还是那声音。我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。那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，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整个楼层安静得不像话，仿佛连时间都停下来了。我坐在电脑前，一边整理文件，一边喝着已经冷掉的咖啡。突然，我听见了一个声音，那声音很轻，像是有人用指关节轻轻敲击木门，连续3下，节奏均匀。
我愣了一下，四下望了望，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远处的过道也静悄悄的。我以为是错觉，摇摇头继续工作。过了几分钟，声音又响了起来，这一次声音更清晰了，仿佛就在不远处。我站起身，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，直到发现声音来自走廊尽头的厕所。我在门口停下来，伸手推开厕所门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只有几盏感应灯亮着。声音消失了，我扫了一圈，每间侧格的门都敞开着，空荡荡的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我皱了皱眉，觉得自己可能是太累了。关上门的时候，我甚至对自己笑了笑，觉得刚才的警惕有些可笑。可笑容还没有完全散去，身后突然又响起了那3声敲击，我浑身僵住了，冷汗瞬间浸透了背。声音是从厕所里传来的，但我明明刚刚检查过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就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样，那声音不再像是来自墙壁或木门，而是直接响在我的脑海里。我压下心里的恐惧，强迫自己回到办公室，可那晚的工作怎么也做不下去了。直到早晨其他同事来了，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，把这件事当成是一次过劳的幻觉。可是这事并没有结束。几天后，公司里陆续有同事提到类似的事情。他们说，加班到很晚的时候，总会听到来自厕所的敲门声。有的人胆子大，跑进去查看，但每次都是空无一人。有的人则选择装作什么都没听见，但那声音就像故意挑衅一样，一声接着一声，越来越急促，直到他们再也受不了，冲出去位置。最终，这件事情成了公司里众所周知的怪谈，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总是能笑着谈论这个话题，但到了晚上，却没有人敢多留哪怕1分钟。我以为这事情到此为止，可它在那天晚上变得更加恐怖了。那天是周五，公司的业务正值高峰期，连平时准点下班的几个老同事都留下来加班。我和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同事阿凯一起待到11点左右。整层楼的灯光暗了下来，剩下的只有我们办公桌上的小台灯，以及走廊尽头微弱的应急灯。要不要一起走？阿凯问我。再给我15分钟，我文件快做完了，你先走吧，我头也不抬的回应。阿凯耸了耸肩，背上包，朝厕所方向走去。我去放个水，等下再看你结束了没。他这么说着，消失在了厕所那边。没过多久，厕所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我以为是阿凯故意吓唬我，便没好气地喊了一句：“少玩了，快点上碗走人。”可厕所里没有回应，敲击声却变得更加急促起来，像是某种带有怒意的节奏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阿凯的性格确实爱开玩笑，但他没有这么固执，尤其在这种气氛下。阿凯，我站起来朝厕所的方向走去。门开着，里面灯光微弱，水池旁边摆着拖把桶，依旧是一副老旧破败的样子，但那声音还在，像是从天花板传来的。我抬起头，发现天花板上有一块活动板正在缓缓地晃动，每晃一下就会伴随那敲击声，好像有人在里面用力拍打着板子，想要把它掀开。阿凯，你上完了吗？我的声音在寂静的空间里显得有些颤抖。依然没有回应。我心一横，走进了厕所。第一间侧格空的，第二间依然空无一人，直到我走到最后一间，才看到门下露出了一只鞋。阿凯，我猛地推开门，却只看到阿凯瘫坐在地上，双眼紧闭，脸色苍白。他的嘴唇发紫，像是刚从冰水里捞上来一样，浑身发着抖。我用力摇晃他的肩膀，他才猛地睁开眼睛。他抓住我的手，声音颤抖得几乎听不清。他还在上面。谁在上面？我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凉了下来。他却只是疯狂地摇头，不再说话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
那天花板的活动板已经不再晃动了，但那种压抑的感觉却始终挥之不去。我艰难地扶起阿凯，快步逃回办公区，再也不敢多待。后来，我听说这栋楼在建设的时候，曾有一名工人在装修厕所天花板时不小心摔下来，当场死亡。更诡异的是，楼管说那天花板里经常传出奇怪的声音，但每次检查都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现在我已经辞职离开了那家公司，但每次回想起那晚的事情，尤其是阿凯最后的话，我总会心生寒意。他说，那天花板里的东西还在看着我们，还在等着下一个人，敲击声就是他的邀请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